这个端午节3天假期让人有些绝望。我老婆果果因为工作又南下出差去了。面对2个小捣蛋，爸爸妹妹又抢我玩具，爸爸哥哥不借我这个还推我，爸爸妹妹踩我，这些听起来有些可爱的日常对话，如果在5分钟里出现3次，我想一些多娃家长一定会心照不宣，一生无奈。别看他们现在玩得很开心，过一会儿就会自动切换成纠纷调停现场。为了不让自己一整天都陷在抱怨和牢骚里，我决定等他们睡醒午觉后，冒着33度的气温，把战场转移到户外。今天我们要去的是我突发奇想的海滩——沙仑海滩。先坐捷运红线到红树林，转淡海轻轨。这还是第一次来坐淡海轻轨。往那边，你放不到啊？对，好。各个站台上都会有几米的雕塑，对小朋友很友好。通常一般列车抓10到20分钟的间隔比较好，今天还蛮幸运的，没多久列车就来了。车体的颜色看起来很轻松，车内窗户也很大，让车厢很明亮，非常符合游人的心情。它不太像一般的交通工具，有一点淡水小旅行的感觉。坐上车之后，真的会有一种旅行的新奇感。前面还是在高架轨道上行驶，后面几站竟然直接开到地面马路上，还会经过红绿灯，对小朋友来说很新鲜。我后来查了一下，淡海轻轨分成绿山线和蓝海线2条，前半部分共线过了滨海沙仑之后，绿山线会往坎顶方向，蓝海线则往淡水渔人码头方向。相关报道还曾经有计程车司机违规擦撞到轻轨的新闻，说整列轻轨的造价是1亿元新台币，这可比什么超跑都贵了。幸好当时只是擦撞，最终赔偿40万。其实这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有个小朋友要上厕所，而轻轨后几站的站台都在马路中央，完全没有厕所。到沙仑站询问得知，最近的厕所在附近一个马场，要走7分钟。心想带着2个小朋友要完蛋。非常幸运的是，附近还在准备中的淡水水上救生会工作人员得知是小朋友急用后，就让我们借用还没正式开放的厕所。在这里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，对一个2宝奶爸来说，这完全是救命之恩。沿着路往前走大约100米到入口，海滩的入口非常隐蔽，要不是看到有人出来后问了一下，我们都没有发现。走进来踩在沙地上，感受到这里沙质非常柔软。去过几个台湾的沙滩，就沙质而言，这里绝对排得上名次，留下了第一面好感。走，可以了。走进去就是面朝大海的开阔视野，人也不多，海风非常舒爽。沙滩仿佛有种魔力，拿出自带的挖沙工具，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玩了起来，完全不会再缠着你。我在网上查到，作为一个台北交通便利的海滩，眼前的这片美景，竟然在2006年的时候被列为台湾10大危险海域。原因是这里礁石众多，加上海域本身暗藏激流，所以曾发生过多次溺水事故。过去还有一些像鲨鱼吃人等害人的新闻，而且最新的评估结果，此海滩仍有中度到高度风险，4季都有离岸流。所以沙仑海滩其实不是单纯的完美海滩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来这里玩最重要的就是遵守规定。目前水域还没有开放，下水真的不要轻忽。如果未来周边设施整备完成，管理和安全规划也更完善，这里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热门亲子海滩。脆脆的，小妹，你要试试海水吗？难吃，我也是超海。我觉得海水比较好喝。有个小朋友想尝尝沙子究竟是什么味道，虽然他小时候也有吃过。
不要吃了。看到有人在游泳，救生员马上出动来制止了，还是要注意遵守规则哦。相比上午在家不断提问的吵闹，压迫到我透不过气，在这里吹吹海风，感受海浪，从下午玩到夕阳渐渐西下，真的很疗愈。我在这里呀。才刚说完，又因为一个要去靠近海浪，一个不敢过去，让我分身乏术。而这看起来父慈子孝的一幕，没过多久也会变成一个纠纷调停现场。哎，不可以放在身上，不可以，坏啊！不要这样子。我要踢了，我要朝前面踢了，走开哦。好，我们去海浪。来，我牵你，不要跑太远啊。我们不会过去的。有美人鱼。好，停，就在这里就好了，不要再往前了啊。不要怕！海浪呀，只要不要再往前就好了，它只是在你脚面上。前阵子我做过一支分析上海和台湾薪资的影片，有人留言上海都是996，也就是早上9点上班到晚上9点下班，一周工作6天。没想到有点讽刺的是，这段时间老婆的工作状态就差不多如此，甚至端午假期还要出差，所以这段时间真的很累，像潮起潮落一样忙个不停。不过这个下午真的很开心，我们在这里玩了1个半小时，看着他们在沙滩上奔跑玩耍，看着远处美丽的夕阳渐渐落下，早先的疲劳一扫而光，哪怕明天还是需要1打2一整天。可能没有位置啊，我们就站一下就好了。继续坐上淡海轻轨回程，这条轻轨真的很有趣。出站台还要看红绿灯，穿过轨道。这次我们坐到淡水行政中心，来吃这家新开不久、孤零零伫立在轨道旁的寿司郎。感觉地点很偏，但是没想到人很多。经过漫长的排队，终于吃上了。听说人在比较累的时候，往往会用美食犒赏自己。这一餐我也就闭着眼睛点了起来，把想吃的都来一份，反正要让老婆报销，当做我的精力补偿。看着2个小孩心满意足的样子，这一天份的1打2，我想我是完成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大家再会。还要转，还要。你的呢？